德克萨斯是面积仅次于阿拉斯加的美国第2大州，若单独计算 GDP， 它位居全球第8。德克萨斯这个名字源于美洲原住民语言，意为朋友。1519年，西班牙探险家宾达率领船队从牙买加出发，本打算去中国，结果误打误撞驶入格兰德河，来到了德克萨斯。此后又有其他西班牙探险队来到这里，希望能发现黄金。当地人把他们当成朋友，称他们为 Taishas。这个词经由西班牙语转写，变成了现如今的英语中德克萨斯一词。有关德克萨斯最早的历史文件是1519年西班牙探险家阿隆索·皮内达对德克萨斯沿岸地区绘制的地图。9年后，西班牙探险家阿尔瓦巴卡及其组员因船难成为到德克萨斯的第一批欧洲人。起初，欧洲殖民者占领的地方并不大，仅局限于现今的墨西哥一带。至于更北面无垠的土地，只有探险家才敢涉足。受丰饶物产和传说中黄金宝藏的吸引，以及传播天主福音的使命，小部分西班牙人逐渐向北扩张。1690年，主要殖民于中南美洲的西班牙人开始对殖民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法国产生戒心，而在德克萨斯东部建立了几个教会。但由于当地原住民的反抗，西班牙传教士又渐渐撤回到了西班牙控制的墨西哥地区。当法国在路易斯安那开始殖民时，西班牙于1716年再次于德克萨斯东部设立教会。2年后，西班牙建立了圣安东尼奥，它是德克萨斯第1个殖民城市。由于原住民的抵制及此地区距墨西哥较为偏远，德克萨斯在当时是新西班牙地区人口最少的行省。18世纪60年代，西班牙王室将德克萨斯、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墨西哥的一些北部省份合并为因特纳斯行省。18世纪后期，德克萨斯逐渐从莽荒之地成为大牧场。西班牙殖民者并不亲自从事劳动，而是强迫黑人奴隶或者印第安人为他们工作。早在1821年，一位叫做摩西斯·奥斯汀的美国人被允许购买一块德克萨斯地区的土地。他本打算带领300户移民到这里来，但他却突然离世。他的儿子斯蒂芬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带领人们在此生活。斯蒂芬非常能干，将这片土地管理井井有条，逐渐发展到了2万多人。19世纪20年代至美国内战前，大批美国人移居到德克萨斯地区。他们的到来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随着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的逐渐没落，经过11年的浴血奋战，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大陆部分在1821年获得了独立，而德克萨斯也顺理成章地并入了新成立的墨西哥。然而，独立后的墨西哥由于政治派别相互倾轧，墨西哥独立后的最初30年里，竟换了50届政府。长期的战争让墨西哥满目疮痍。墨西哥以为能够通过美国移民使空置的德克萨斯荒地得到开垦。但事实证明，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由于亚民机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去除棉籽的效率，使种植棉花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行业。受到英国纺织业需求的影响，美国南部种植园纷纷放弃种植烟草。由于美国南部的种植园主只重视利润，不重视土地的改良，每当土地的肥力耗尽后，他们就只能带着奴隶迁往别处。然而，土地是有限的。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主便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锁定在距离不远的德克萨斯地区。出于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美国北方的工商业资本家同样对德克萨斯垂涎三尺。恰巧此时，美国国内掀起了扩张主义思潮。自从美国在1803年从法国手里购买了庞大的路易斯安那地区后，美国便屡次派人前往墨西哥洽谈购买德克萨斯的事宜。但墨西哥每次都予以回绝。墨西哥对于边疆地区的德克萨斯掌控力很弱，而对于移民的政策却十分宽松。于是，美国加紧向墨西哥进行渗透。根据1836年人口的调查，当时德克萨斯的美国人数是墨西哥人数的4倍。研究了德克萨斯的人口趋势后，墨西哥政府开始后悔当初放任移民涌入。由于德克萨斯毗邻美国南方蓄奴州，前来垦居的美国移民以奴隶主为主，他们一心只为侵占土地，对墨西哥的法律置若罔闻。此外，美国移民多信仰基督新教，当时墨西哥却以天主教为国教，并废除了奴隶制，
因此美国移民和墨西哥人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于是，在1829年，墨西哥出台4月6日法令，禁止美国人移民入境，不少移民代理人因此破产。1830年，墨西哥关闭了德克萨斯边界，同年，墨西哥颁布了废奴法令。墨西哥希望通过此举限制靠畜奴种植园为业谋生的美国移民人数。至1832年，美国移民集会要求废止4月6日法令，并成立德克萨斯州。连与墨西哥利益最深厚的温和派也宣称，除了全面开战外，没有中间道路。当美国移民与墨西哥政府矛盾尖锐时，墨西哥军阀圣塔安娜为筹措军费，向该地区的美国移民摊派数量巨大的赋税。斯蒂芬·奥斯汀于是提出了德克萨斯独立建州的主张，他随后遭到了墨西哥当局的逮捕。当他1835年返回德克萨斯后，他开始率领当地人为争取自由而战。不过他不懂军事，很快他便将指挥权让给了山姆·休斯敦。为了纪念两人对德克萨斯的贡献，后世将德克萨斯首府命名为奥斯汀，将德克萨斯州的第一大城市命名为休斯敦。1845年12月，美国一边调兵遣将，一边则假惺惺地派遣大使前往墨西哥交涉，试图让墨西哥承认德克萨斯的独立，并计划从墨西哥手里购买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地区。墨西哥断然拒绝了承认德克萨斯独立和购地的提议，甚至拒绝接待美国使节。虽然墨西哥国力不如美国，但考虑到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重要性，墨西哥总统桑塔安娜于1835年9月21日亲自率军前往评判。桑塔安娜希望借此镇压此地的联邦派，另一方面，他试图强迫移民遵守法令，禁止蓄奴制度，并将德克萨斯的关税权收归到手中。移民们最终决定与墨西哥政府彻底决裂。此后，德克萨斯人甚至不惜拉拢英法两国，这样的铤而走险触动了美国朝野最敏感的神经。紧邻美国南方出现一个英国或法国的势力范围，是比打破美国南北平衡更可怕的事情。1836年2月，超过1000人的墨西哥军队对困守在阿拉莫要塞的200名德克萨斯民兵发动攻击。守军们签发了著名的致德克萨斯人民和世界上所有美利坚人民的公开信。经过数个月的激战，德克萨斯军队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取得了圣哈辛托河战役大捷。由于圣塔安娜未做任何防范措施，结果他被生擒活捉。当德克萨斯军队兵临城下时，墨西哥被迫承认了德克萨斯的独立，德克萨斯共和国由此诞生。因为德克萨斯共和国国旗上只有一颗星，所以它又被称为孤星共和国，这也是孤星之州的由来。日后的墨西哥人有这样一句哀叹：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太远，而离美国太近。德克萨斯共和国独立后存在两种主张，一派认为德克萨斯继续维持独立，并把版图扩张到太平洋沿岸。以总统山姆·休斯敦为首的另一派担心墨西哥军队会卷土重来，主张德克萨斯应与美国合并。美国于是承诺，若德克萨斯愿意加入美国，美国将承认德克萨斯共和国与墨西哥争议的地区归属德克萨斯。同年12月，德克萨斯加入美国，成为美国的第28个州。德克萨斯并入美国后，休斯顿成为德克萨斯州首任州长，他被誉为德克萨斯之父。虽然德克萨斯共和国的历史只有9年，可直到现在，德克萨斯州依然有很多人自认为是孤星共和国的公民。一直以来，德克萨斯独立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就目前来看，这只是对待移民的态度不同而导致的对抗而已。美国吞并德克萨斯后，墨西哥迅速派军北上前往争议地区格兰德河。尽管墨西哥军队是主场作战，然而因为装备落后、纪律涣散，墨西哥军队处于下风。当美国军队在墨西哥东岸重镇维拉克鲁斯登陆时，墨西哥国内因不断的军事失利，再度出现了政变。然而，墨西哥新上台的政府仍然无力挽回局势。到1847年9月中旬，经海路而来的美国远征军占领了墨西哥首都。此时的美国已经占领当时墨西哥近1/3的领土，基本达到了既定战略计划。经过谈判，墨西哥将上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德克萨斯等地割让给美国。战后，德克萨斯由于水草丰茂，畜牧业极其发达，使得当地的牛仔文化闻名全美。
加入美国后，在南方奴隶主推动下，德克萨斯在畜牧业之外开始大力发展棉花种植业。然而，真正奠定德克萨斯如今繁荣地位的，还是石油资源的发现。随着高产油田的出现，德克萨斯的石油工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到20世纪中期，德克萨斯凭借石油工业经济从一个农业州跃升为工业州。其后，德克萨斯发展了多元化经济和高科技产业。截至2022年，德克萨斯拥有全美最多的财富500强公司总部。休斯敦、圣安东尼奥和达拉斯三角区已成为美国第2个硅谷。休斯敦地区已发展成为全美乃至全球最大的医疗培训和治疗中心。